要說華為的適應能力是真的強的可怕，才2代就已經完全穩住了1年2更的節奏。现在是 Mate 的登场时间，第2代红枫原色摄像头，5000万像素双长焦，连带着鸿蒙也升级到了鸿蒙6，新的 AI， 新的小翼，胆识肯定是有了，那表现我们来看看吧。还没发布的时候，这个双圆环的外观就已经是吵得不可開交了。其實直接原因就是很簡單，這一次是全金屬設計的機身，這一塊得挖一個無線充電位嘛。哦對，這不是用來磁吸的哈。你怎麼看這個設計？後面會越看越順眼嗎？設計語言也從前面2代的圓潤變成了硬朗風格，直角邊框 ，Deco 的凸台也切割出來了一道高光來打配合。而且你仔細一看啊，這環繞一整圈的全是天線注塑條。這次的背板呢也還挺特別的，觸感完全不一樣，背面的光繪微紋工藝還挺 bling bling 的，摸起來不會沾指紋。這次的售價其實相比上一代降低了 ，Mate 80 Pro Max 是79999起，你們感覺怎麼樣？這一代的 Pro Max 配置升級可一點都不小。好，我要等不及了，來看一下這一次的第一個重點，拍照。硬件這塊，華為的路線簡直是查重率0%。Pro Max 用的4個攝像頭，除了超廣角是4000萬像素，另外3個都是5000萬像素。5000萬像素雙長焦是在華為裡面，哦不，所有旗艦機裡面都是非常非常罕見的。紅枫原色攝像頭這一次也狠狠的升級了一波，第2代紅枫原色攝像頭震撼首發，來看看效果吧。你看這張圖，這個高光的氣球 ，iPhone 這邊直接就發藍了。Mate 80 Pro Max 不但清清楚楚，層次細節也保留得很清晰。再來看地面暖色燈光照耀的色彩，空中的雲，燈牌的字。iPhone 簡直是加粗字體，如果不比的話，華為這一張我還真就把它當成了一張普通的照片了。原來它有這麼多的細節，這張照片就能看出來這一代色彩的變化了。Mate 80 Pro Max 對這個皮質的座椅、壁畫還有上面的花籃都更加大膽，並不只是一味的還原，準是一切的基礎。但觀感你覺得哪一個會更好呢？長焦這一塊又跟 Pura 80 Ultra 不一樣了哦，這個雙長焦一個是4倍，一個是6.2倍。不過好玩的是，他們相機裡面默認顯示的還是4倍和10倍，但雙擊4倍就可以切換到原生的6.2倍小 TIF3。我們再來看一下極限場景如何。而且我還發現個賊離譜的，華為的這個雲增強 AI 居然是個去除 AI 位的 AI。就你看啊，我當時拍的時候，本地算法算的這個字都有一點點看不清楚了，結果上雲了之後，居然又給我把字給找回來了。而且很多時候這個雲端 AI 感覺都更加冷靜一些，並不會搞出很多油畫感。這兩組呢，一下子就能看出來 iPhone 這個所謂的多攝一致性，其實在照片模式裡面是不太好使的，整個畫面都綠掉了。有了進化巨大的第2代紅枫原色攝像頭，這幾代手機靜不下來，感覺是有點得心應手的意思在裡面了哦。那拍視頻又咋樣呢？我覺得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寬容度。那天晚上我在南頭古城裡面拍個燈籠，根本就是一個看得見，一個看不見的區別。走一小段就能明顯的感覺到寬容度這一塊確實是有點優勢的，超高動態範圍絕對配得上那4個字。而這一代拍視頻的另一個特點是這個電影模式，是也不是。乍一看這個模式只能用 1080p 30幀，不太行。但如果我說這個模式你的 Xmage 風格可以後期切換，焦點、光圈都可以後期切換，甚至防抖都可以後期切換呢？而且這個電影模式你還可以擁有 HDR， 甚至可以切換攝像頭。說白了，你前期就只管構圖線，想挑什麼後面再說。只要開啟這個功能，你拍人、拍貓貓狗狗的時候都不需要切換模式，在相冊裡面就能加上虛化。Xmage 風格也可以在後期調，可以叫它一拍多得。你看這個啊，我當時是開了一個膠片風格，但我現在看就感覺不是很符合那個氛圍，那怎麼辦呢？我們只需要在這裡點一下這個 Xmage 風格，那我可以看到當時我選的是這個膠片風格，我們點一下這裡，它就可以撤回了，這個真的非常好用，好吧？我覺得這個趨勢就非常的好啊！前期最重要的是啥？趕緊先拍下來，拍到總比沒有拍到好。但這個原始信息又盡可能多的給你保留住了。你看，拍普通的 JPEG 吧，我又怕可調空間不夠大；如果拍 RAW 吧，算法參與不完全，拍的速度慢，後期還特別的麻煩。這種我願意稱它為在 JPEG 和 RAW 之間的第3種格式，拍得快，信息還全。回去家裡面你想怎麼修，怎麼發朋友圈，那都是不着急的事兒。而且這一代 Mate 80 Pro Max 那個屏幕亮度是真的誇張啊！
啊，就启樣片的那個下午，大晴天，上一代 Mate 70 Pro 加已經燃盡了，但是依然被 Mate 80 Pro Max 輕描淡寫的壓制住了。原因也很簡單，用的就是雙層 OLED 屏幕，華為管它叫超透亮玲瓏屏。我們測了一下它的峰值亮度，直接殺到8454尼特。很喜歡 B 站小伙伴們的一句話啊。系統裡面還有特別多好玩的，現在你的臉就是我的臉啦，這個功能實在是太搞了，它叫 AI 表情。比如说你現在拍了一張你朋友的照片，然後不好意思，嘟嘟嘴，展示豬肝，還可以 wink。假如說我打着遊戲，但是腦子裡面突然想起來，完了，猫猫没有猫粮吃了，游戏不能停，打完又會忘，我就會特別的焦慮。現在你只需要說我上一次的貓糧幫我再買一袋，它居然能自動找到我訂單裡面貓糧相關的東西，添加到購物車，然後直達支付界面，問我要不要下單。而且更離譜的是，它居然能自己學習不會的技能。你在小易幫忙這裡讓它去學飛書，開啟妙計，結果你竟然能看到它自己點開應用，自己關掉廣告，然後這個廣告一腳把它踢到了首頁，它還能再次找回去。讓他飛書打卡，他就自己叽里咕噜一頓學，然後就說：“那我們試試看吧。”找了半天，咋找不到呢？哦，原來我打不了卡。接電話的時候，我就右手握持，這個小浮窗就在右邊；我用左手握持，哎，它就在左邊。而且它還不是用屏幕識別的，我的手完全沒有碰到屏幕，甚至傾斜的方向都是一樣的，居然也能識別到。評價是比今天魔盜團3更精彩。作為華為的旗艦機，甚至商務屬性都必須得當個事兒辦。你看這裡挖了幾個洞，據說就是給通話降噪用的。再加上新的聲場控制算法，就算我在電梯裡面跟別人聊天，也聽不出來啥。再上了。中間我覺得還反轉了一下，說實話。哎，這裡不會有人沒看吧？如果有沒看的，最好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。現在還有一個戶外探索模式，能夠導入 GPX 那些第三方軌跡數據，而且還能夠預測這條路上信號到底是好還是不好。不愧是華為搞的功能，果然還是忘不掉信號嗎？沒有網的時候，除了之前就有的衛星通話，還有短信，現在還可以衛星查天氣。無網的時候還可以應機通話，啥時候搞點星閃聯機遊戲，重返小學電腦機房是吧？系統軟件嘛，簡單測試了一下，我主力機常用的116個軟件換機過去，算上卓易通的話，只有一個真的完全裝不上，這比例就超過99%了。而那個軟件閃兔兔，性能這一塊，哎，我跑了一下王者，在室溫25度的情況下，跑出了平均119.9帧。最關鍵的是，金屬機身这散熱是好啊，整一個背面都是均均匀匀的，最高溫度大概在38度多。我怎麼看 Mate 80 Pro Max 呢？至少我能看得出來，華為是真的把一台旗艦機當成旗艦機的。能掏出來的最好的攝像頭和屏幕，那就不用說了。星閃、北斗衛星消息、天通衛星通訊、外放、通話降噪、系統安全，甚至現在連戶外這一塊都有專門的戶外探索模式，支持低功耗的軌跡記錄和循跡導航。據說最高能夠支持14天續航，各種細微的角落它都在努力滲透。這麼說我不知道是否正確啊，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。Mate 80 Pro Max 是一台真正的旗艦機，因為經歷過9死1生的華為，在今天已經完全有勇氣，也有底氣堅持自己的個性。OK， 那麼以上就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、3連關注哦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Kelly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